第二章，不问身份，雪在下。落得不急，却一直下，像有人把天上的灰慢慢洒下来。雪粒细，碰到脸不痛，却会钻进衣领，贴着皮肤一路冷下去。山路边已近初春，地气回了一点暖，土里冒出几根刚醒的小草，颜色淡的几乎看不见。它们浮在雪与泥之间，风吹过便贴的颤，却还是硬要往上长。冷冽的寒风掠过荒坡，草间与雪粒一同抖动，那种矛盾让人心里发紧。思夜走在前头，他换了路，不走官道，沿着坡地与林隙穿行。雪把脚印盖得很快，这是好事；雪也把声音收走，这是坏事。走到一半，他停了2次，侧耳听风里的回音。他跟在后面半步，不贴得太近，也不落得太远。每当思夜停下，他就跟着停，连呼吸都会收住一点。他肩头的伤在雪冷里更疼，动作却没有乱。他很清楚，一乱就会出声，一出声就会引来人。转过一道低坡，前方出现一座破庙。庙不大，瓦片塌了一半，屋脊像被风磨断的骨。门楣上的字早就剥落，只剩几笔墨痕，还能勉强看出是土地2字。门口有2株枯树，枝条伸向灰白的天，像2只张开的手。思夜走近，先步进门，沿墙绕了一圈。他在庙后看到一排旧脚印，已被雪盖了一层，脚印很散，像是有人来避过一夜，又匆匆走了。思夜蹲下摸了摸雪层厚薄，眼神沉了沉。有人，他低声问。走了，思夜说。他推开庙门，门轴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，在雪与风里显得刺耳。思夜立刻停住，等那声音散开，才把门再推大一些。庙里黑，却不全黑，屋顶破洞漏下微光，照在供桌与神像上。那是一尊土地公，泥胎木骨，脸已斑驳，胡子缺了一角，眼睛也被烟火熏得发灰。神像前的香炉倒了，灰洒了一地，像一层旧雪。供桌上只有半截破碗，还有一盏早就前了的油灯。思夜把门掩上，只留一条缝，让外头的风声进得来，又不至于把庙里吹成冰窖。坐，他说。他走到墙边坐下，背靠着冷硬的砖。他的视线先扫了一圈庙内，确认没有藏人，才把手从袖口里放出来。思夜取出火折子，点燃供桌旁那盏旧油灯。火光一跳，庙里的阴影退开一点，神像的半张脸被照亮，另一半还在暗里。那张斑驳的面孔看着他们，像在听，又像在不懂。他抬头看了一眼神像，眼神停了半息，随即移开。这里能躲多久？他问。1个时辰，思夜答得很干脆。他点头，没有再问。思夜走近他，蹲下来，伸手。伤。他沉默了一下，还是把肩头的布条解开。血已凝了些，但伤口边缘因为冷又裂开，渗出新的红。他咬着牙，呼吸很浅，却没有出声。思夜把药粉撒上去，重新包好。他的手指碰到他的皮肤时很短暂，像怕多1分都会让他误会。包扎完，他收手，退开半步。会发热，他说。我撑得住，他回得更快。思夜看他一眼，没有争。他走到门缝旁，贴着木门听外头。雪声细碎，风声间偶尔有枯枝被压断的轻响。更远处传来稀疏的声音，像人走在雪地上，踩得很散，刻意不连成一条线。那声音不大，却让庙里的空气多了一层压迫。他也听见了。他的背挺直，手又滑向袖口。思夜没有回头，语气平平。不要动。他停住。他们？他问。在找路。思夜说。雪下的大，脚印难辨，他们会绕一会。他看着他的背影，过了一会儿才问。你怎么知道他们？思夜停了一下。我走过。他说。他没再追问。庙里很冷，火光只有一小圈暖。他缩了缩肩，斗篷太薄，雪冷像一条细针，一点点往骨缝里钻。思夜看在眼里，从地上捡起一块还算浅的破蒲团，丢到他脚边。垫住。他看了那蒲团一眼，声音低了些。你呢？思夜没有回答，只把自己那件旧斗篷解下来，抛过去。斗篷落在他腿上，
还带着他身上的温度，淡得很，却让人一下子分得出寒与不寒。他手指一紧，像要推回去，却又停住。他抬头看思叶，眼神里有一瞬很复杂，像是想说话，又把话吞回去。最后他只说：“我会害你。”思叶坐回门边，背靠着墙，目光仍盯着门缝外的灰白。不用。他把斗篷往身上裹了裹，没有再争。斗篷很大，罩住他的肩与臂，像一层不多不少的遮掩。他忽然觉得自己太久没被人这样遮住过，心口有点发酸，却又不想承认。外头那稀疏的声音又近了一点，庙门缝里透进来的风更冷，雪粒也跟着钻进来，在地上落成白点。思叶忽然开口，声音很低：“你带的那个东西别再拿出来。”他微微一震：“你看到了？”他问。一眼，思叶说。他沉默片刻，才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思叶没有立刻答，他看着门缝外那片灰白，像在衡量说多少才算保他。信物，他说。他的手指在斗篷里紧了一下。值钱吗？他问得很直。不值，思叶说。他似乎松了一点气，随即又觉得不对。那他们为什么要我死？他问。思叶转过头，目光落在他脸上，那目光很平，却让他觉得像被雪打了一下，冷得清醒。值的是你，思叶说。他怔住，火光在他眼里跳了跳，他没有立刻回话。他看向神像，那斑驳的面孔像在看着他，又像在看着思叶。破庙里两个人像被迫坐在一个错乱的位置上。他忽然笑了一下，很淡，像雪落在唇上。我值什么？他问。思叶没有回答。他向来不喜欢把话说满，尤其在这重事上。话说满了，人就会生出依赖，依赖一生，后面更难收。他等了一会儿，见他不答，便自己把笑收回去。你不问我名字，他说。你也不问我从哪来，他又说。思叶的声音仍淡。知道得少，命长。他低头，手指在斗篷边缘摩挲，像在摸那粗糙的线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问：那你呢？你为石魔留下？思叶看着他，这个问题像雪里的一根刺，细而尖。答得多了会让人误会，答得少了又像敷衍。他停了片刻，只说：我那时没走。他看着他，眼神没有移开。你可以走，他说。思叶点头。我知道。那你为石魔不走？他又问。思叶沉默得更久，火光照着他的侧脸，线条很硬，像被风刻过。他忽然发现，这个人坐在那里，连沉默都带着某重稳，像一块石放在路上不动，路就得绕开。他终于开口：走了，你会死。他说。他的呼吸一滞。思叶没有再加一句我不想你死之类的话，他只是把石丢在那里，像把刀放回鞘。可那句话落下，庙里忽然多了一点难以言明的暖，暖得很薄，却真。他把斗篷裹得更紧，像怕那点暖被风偷走。外头稀疏的声音忽然停了，庙内也跟着静了。思叶抬手示意他别出声，他的手指轻轻扣在剑柄上，眼神像夜一样沉。片刻后，庙外传来一声很轻的咳，咳的克制，像刻意让人听见，又像怕惊动什么。思叶没有动。那咳声之后，传来一阵更稀疏的脚步，绕着庙走，踩得很散，刻意不连续。那是试探。他的指尖在袖口里紧的发白。思叶忽然往后靠了靠，让自己的身影更贴近墙的阴影。他用很小的动作把油灯的火苗遮了一下，火光立刻暗了半圈，神像的脸也跟着暗下去。那斑驳的神明像忽然湿了眼睛，庙里只剩一点微光，够他们看清彼此的轮廓，却不够让外头看见里头的活气。他在那暗里抬头看他，思叶也看着他，两人的距离不近，可在这样的破庙里，暗与冷把人推得更靠近心口。他忽然觉得自己从前逃命，身边总是空的，再多人追他，再多路挡他，他一直是一个人。如今仍旧是他在逃，仍旧是他在冷里缩着肩，可他的背后忽然多了一个人坐着。那人不说安慰，
不说承诺，也不说要救他，他只是坐在那里，像夜里的一段路被他接住了。妙爱的脚步绕了半圈，停了停，又走远了。雪仍在下，初春的小草在风里颤，却仍向上。破庙里的神像斑驳，像在见证一场错位的相对。他忽然低声问：你会后悔吗？思夜的回答很短：不想。他听见这两个字，心口像被雪打了一下，冷却也清醒。他没有再问，他把头慢慢靠在墙上，眼睛半合，像要休息，又像不敢睡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声音从斗篷里传出来，轻得几乎听不见：我睡一下。思夜看着门缝外的雪，点了一下头。半个时辰，他没有回话，呼吸慢慢平下来。思夜没有睡，他仍听着风里的声音，仍盯着雪里的白影。可他也知道，庙里那个人能闭上眼，已经是一种交付。孤独仍在，夜仍冷，可这一刻，孤独少了一点形状，像被斗篷遮住了半边。雪落无声，他们也无声，只有后果悄悄靠近。